真的。试看，哦，锯到准，拿不到线呢。我按到那个 high throttle， aduh，这 S1 没有得玩了。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的试驾系列了。我上个影片呢试驾了 Proton S70， 来到了云顶山脚。那这个影片呢就会试驾一下上山，体验一下，因为之前也驾过它的 X50、X70、X90都上过了。这么多年以来，终于出了Sedan，我们当然要试一下操控啦。这辆车是 Proton 借我试驾多过1个礼拜的啦。这辆车是原装的设置，轮胎方面是用的 Goodyear 的 Triple Max 2 205/50R17的一个轮胎。好吧，那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那话不多说，我们上车试驾 ，Let's go！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哈，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一个 torsion beam 扭力梁。虽然 Proton 称为叫 C segment 啦，这样有一个明星在这里尾红，我们就2个人试驾一下上云顶，试一下现在新款 Proton Sedan 给到的操控有没有像以前这样，我们叫什么 Lotus handling 啊，都是。好吧，那就 AC off， 开一点风。Hi Proton， What's up? Open sunroof。 Opening the sunroof. 对了，就是这样了。Sport。要放 clutch， 还要放那个 auto hold。这辆车呢是来自于就是1.5公升的，1.5公升的涡轮增压3缸引擎呢，可以产生150 PS。还有226个牛顿米的扭力，配搭着这个 7-speed DCT 双离合的变速箱是湿式的。可是很多之前那个 Proton 的那个新车啊，好像 X70、X50都好，我总觉得它的 DCT 好像不太想要降档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辆车也试一下。我这次会用一个 Manual Mode 手动模式。有天窗就很爽哦，感觉要上山，这有感觉。这个 Sport Mode 的时候啊，这辆车的方向盘会比较重一点的。就觉得这辆车的椅子包覆性很好，有，在这个价位里面很棒。这辆车的降档哦，必须要在3000转以下的时候，它才给你降档。Triple Max 2来叫了。当然你也是可以开 ESC Sport 的，可是我就让它原装这样去就好了。推啊，很推，可是它的车身轻。这么多新的 Proton 车里面哈，这辆车是我觉得开起来最轻盈了的，操控最好了的。真的很棒耶！哇，很推耶那个轮胎。
brake 太好了，点一点点就有了。又舒服哦，刹车又好哦，真的。试看，哦，锯到准，拿不到线呢，刚刚那个刹车。我觉得我的轮胎风打到太饱了，因为昨天我晚上去打的，冷冷的时候打的，哦，所以有点太饱了感觉。到那个 High Proton， aduh， 这 S1 没有得玩了，哎呦，不爽了。哇，这辆车我觉得如果你再改 adjustable 下去哦，一个好的胎压下去很好驾了，已经。方向盘精准，虽然没有什么 feel 啦，可是它给到你那种感觉是很直接，你看。哇哦 ，good， 还是那个轮胎，需要好一点。这个它的升档没有话好讲，升档是在近期Proton里面的车里面，它是蛮快的。可是，在降档方面呢，就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去降档，尤其是我发现到，我踩着油门我去降档，它降档的会比较快，它结合的比较快。如果我在踩着刹车了，我去做降档的时候，会感觉到它会有一些的慢，而且它不是像我们家的 DSG 啊那种感觉，就是一降就是闪电式的那种反应就来。你看我踩的油降啊，再踩。这辆车大概要4000转你才 feel 到真正最大扭力哦。可是它输在它没有 pedal shift， 它没有那个换挡拨片。如果它有的话，我会更加方便。因为其实坦白说，我这样子发现左右不是很方便的换挡。我觉得它的左右的那个 feedback 太棒了哎，它的车身不会太重的感觉，虽然想1300公斤啊，可是因为可能我驾的太多 Proton 的 SUV 了，全部都 SUV， 它是这辆车省单，所以省单就是省单，它的这个车身反应非常的棒，它的重量切换的灵敏哦，这辆车。那我们用M2、M1。踩完，今天的这个山很多雾水哦，很漂亮呢。
奇耶，他给我想到我以前驾 Vios 的时候，就是 before TNGA 啊，感觉到就是那种要推着去的感觉。它会很推头，可是它的车身侧倾不会很多，屁股是粘着地去的感觉啦，不会太过飘的感觉。这辆车它的 suspension 是很软哦，可是在山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太软。老伟，它的这个 throttle response 比较好了，比之前的 Proton 快哦。推头，很推一下，他的故意把设定调在推头那边。会有一点 trail braking 这辆车哦，屁股会，如果你下车棒的时候，你可以 feel 一下，用那屁股甩一点点出去的感觉，然后来得到更精准的过弯，头更准，它会有一点点那种 feel。你要踩一点刹车过后再过啦，它就会给到你了。brake 很棒哎，刺哦，刺，哇，这辆车比 X50上山更快，它 response 快的了，没有什么 turbo lag，turbo 小力 ，response 快，这个突然听到 turbo 声，那个吸气的声音啊，吸气，然后，其实你没有开音乐的情况下，你晚上自己驾车哦，你会听到那种 blow off 声的，知道吗？有，这样子的声音，哇！这辆车的 suspension 好到你会超速驾驶，很舒服，很有操控。原本我心目中认为啦，原创车里面的 Proton 最好的操控是 Proton Saga， 可是我现在给 S70第一名啊，因为它又有力，它的操控坦白说真的是，不要看小这个 torsion beam， 它不错一下。Good man。如果我的轮胎再打少一点风就好。我现在轮胎应该是在230左右，2.6了哦，2.6了哦，有一点高磅数了哦，因为打满是2.2嘛。哎，早知道不要放这样高。brake 真的好评，哇，最好的 brake 啊！现在 Proton 的车，虽然它点一点就开始有反应啊，那这辆车还是一点呢，它不太愿意降档，但是它动力接得上哦。虽然它是3000多转的时候啊，你看啊，现在2道档4000转，如果它不给降，是不是？因为我们习惯是在过弯之前降档嘛。可是这样子它不给降，是不是？你在过弯、出弯之前，你踩完那个油，它就会换给你了的哦，就是降压给你啊。哦，降大力动了没？哈哈哈哈！哇，好多水。
bagus, handling bagus. 踩完油，踩得有够狠。哎，好驾，真的这车很好驾。哇，95千，哇，又有力，又有操控，虽然胎压差了一点，就是这样。所以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买 S70？除了它是3缸，除了没有 Apple CarPlay，除了它给到一个不怎么好的轮胎，可是你日常生活这样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老实话啦，有多少个人买车像我这样会这样注重，就是在于操控跟这个驾驶方面呢，对不对？通常都是可以用就好。Hi Proton. Yes, I'm here. Close sunroof. Sure, it's closing. 哇，激情啊，这样子驾到，操控让我，伟宏来说一下你的这个观点，你觉得哇，95千的这个 Proton 会怎样？哇，很值得买啊！是不是 Honda 多大给不到这种感觉？其实 Honda 有操控跟多大有了，可是它就是没有力水，没有力。这辆车有，它的力水这个是源源不断的上山的时候。它其实它动力接得很上嘞，它的 response 很好诶。到后半段的山路的时候，它的力水还一直来。如果是 CVT 的话，它应该是 CVT 过热了。然后 NA 车毕竟在第2阶段的时候，那个比较斜的路你会显得吃力啊，比较吃力。这辆车有turbo还是一级棒一下的哈。抛开他说什么所谓的3缸，然后很多人一定会在那边喷啊，你驾多5年试看啊。可是有些人就是驾了2、3年卖车这样，这样，我5年我就卖。人的虚荣心是很什么的嘛。有些人就是我驾一个几年我就换车，有能力啊，为何不换？我的车都是要拿来供的。这样子的操控在同等价位里面，我们所谓的 City Vios 还有 Almera， 虽然这辆车很多人讲你不可以拿来比的，它是 C segment， 可是它的价位在这边哦，没有办法哦，你是一定会拿 City Vios 还有 Almera 来比。这个价位里面哦，它是最棒的这个操控，还有它的动力是最好的。虽然我不是在拍马屁，我没有收 Proton 任何的钱。如果啊有一天啊 Proton 出这辆车的 R3 版本，再稍微再调一点点那个变速箱，还有它的这个动力的话，有177匹出来的 Direct Injection Engine 啊，哇！但是价位不止在这边了，价位一定是超过这个95千了。所以终于把 Proton S70加上了云顶了。95千可以买吗？可以。以我这么爱驾车人来讲，我很享受在驾这辆车，它的悬挂在我们 KL 市区驾驶的时候是真的很棒，很好驾，很舒服，而且操控也是不错的。然后它的这个方向盘给的反应是很直接、很快，而且我很喜欢一点就是 Comfort Mode 情况下方向盘比较偏轻了，所以我一根手指我都可以转到那个方向盘。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X70的时候，我也是吓到了。可是它的方向盘比 X70、X50 它的调教会比较灵敏一点点，因为 SUV 还是 SUV， 它要坐给舒服嘛。这辆车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操控感，还有它的这个换挡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上次我在它的 Proton Event 的时候试驾，我都有讲过，我感觉到它的这个调教不一样。所以我跑过去问那个工程师，那个 ECU 的工程师，你们是不是有做过 tuning 了？他讲是咯。你又知道的，我当然啦，我驾到 feel 到嘛，你看有很好的这种 M Sport 的感觉。来，卖香美派 ，very good 啊，这辆车。这么多颜色里面，我最喜欢就是这个蓝色，很高尚的感觉。而且它的车头，因为它有做了这个切线哦，感觉到很 sport 啦，设计就很干净啦。如果Toyota Vios一开始看很好看的，可是我看久了之后啊，不懂啊，感觉不耐看呢，就好像看女人一样。这女人一开始给你觉得长得很漂亮，可是她不耐看，看久了之后显掉了，没有太多的棱角了，就这样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个赞啊，各位朋友们哈。生病也是可以的啦，可是就是在于舒适度上面，在老人家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喜欢锚地令的，比较舒服，独立式悬挂嘛。这辆车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调教，它的这个避震器的调教呢，是跟着我们的 KL 烂路的路况来做调教的，所以它会很舒服啦，它不会过于硬邦邦，也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总之，太软的车我会驾到晕车，就是下山的时候就知道。可是这辆车不会，它不会给我晕车，软中带刚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哈。好了，那各位朋友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个赞啊，各位。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 ，Goodbye。